你有想过生病带给你的人生意义为何吗？你是否常常都忘了先爱自己呢？如何透过逆转疾病的过程，进一步的了解自己，进而达到身心疗愈和整体状态的提升呢？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Dr. Lin。在健康老先室的第52集跟第54集，我们提到了忧郁症的机制和基本功能解决方案。那两集我们着重在讨论生理机制和心理的情绪面，但今天呢，我们不讲疾病的机制，也不讲食物怎么吃，天然营养素要怎么样摄取。今天我们要往内在探索，来聊一聊生病带给你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发生？首先，我们先来听一位个案的真实故事。小杰呢是一位40岁的 ABC 女孩，她的主诉是乱经。她跟我说，自从她3年前发现她交往多年的男朋友一直以来瞒着她，同时跟其他女生交往，她的经期就不再正常了，有时候甚至几个月才来一次，而且她的经前症候群非常的严重，常常水肿的很厉害。她旧的裤子开始穿不下了，她情绪波动也变得很大，那经血呢也越来越少。最近她又发现子宫里长了肌瘤，乳房也长了纤维囊肿。她才40岁，她很害怕自己正在加速的老化。她问我该怎么办呢？照理来说，面对女性的妇科患者，我通常都会先开始解说女性荷尔蒙的机制。可是唯独这个女孩子呢，我却不这么做。我反而劈头问她说：“过去这个情伤你走出来了吗？”她说她还是会对这个男孩子念念不忘，还是会感到愤怒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子背叛他，隐瞒他这么多年呢？我跟小杰说，你必须要先疗愈自己，从这个情伤的事件中得到生命的一些重大领悟，这样你的经期才会恢复正常，不然你的身体会卡在过去的情感失落上，荷尔蒙系统也会因此被影响。他回答我说他受伤得很深，我跟他说没有人能够伤害得了你，是你同意继续被他伤害，不好的人就不要了。如果一直没有走出来，其实伤害你的人其实是你自己。我看过很多妇科患者，他们的状况百百种，从子宫肌瘤到子宫肌腺症、巧克力囊肿、子宫内膜异位、乳房纤维囊肿，这些人的妇科问题呢，常常背后都和感情和家庭事件有关。像这位小杰就是卡在他的情关，很多女性朋友在感情上常常傻傻的一头就栽进去，只因为爱而忽略了观察对方是否为合适的对象。像我就跟小杰说，请记得我们在爱别人之前，一定要能够先爱自己。我同时也反问小杰，你为什么还对他念念不忘呢？他都劈腿了，你为什么还继续执着呢？其实很多人没有觉察到，我们生病的背后，往往都代表了一些重大人生事件的失落，可能是事业、家庭、感情或是财务出了问题。那这些负面的生活事件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系统。有些人是荷尔蒙系统被影响到，有些人则是免疫系统，或者是肠胃系统、神经系统等等。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，被诊断出来的疾病名也不同。但肯定的是，如果你一直没有从这些重大的人生事件中走出来，努力去克服他们的负面影响，可以预见你的身体就会一直走下坡。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正统自然医学医师在看待一个患者的整体状况时，会把个案的过去与现在的身心状态一起考虑进去，以此制定治疗策略方向。尤其我所接受的美式医学训练是非常注重身心灵之间的平衡，这也是美国自然医学6大原则里面的第5点 Treat the whole person 的宗旨。以整体照护的观点出发，将每个人的身心、环境、基因、社交状态考虑在治疗方案里面，并同时鼓励个人追求灵性上的成长。因此，除了用营养医学与生活形态来调整失衡的生理系统之外，我也同时会用以量子物理学为基础的能量医学疗法，像是顺势疗法、花精疗法、脉轮疗法，来为个案客制化身心疗愈的配方，藉由处理个案的心理情绪层面，协助他们增加对生命的韧性，并引导他们看见自己没有发现的盲点，进而有所突破，这样就可以让身心系统一起稳定下来。我临床上也观察到，这样身与心理一起 take care 的做法，会让整个身体疗愈的过程更加顺利与快速。当然，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愿意敞开心胸，和我诉说他们的人生故事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会鼓励，但不勉强，因为有时候是时间或者是缘分还没有到。但我随时都会抱着敞开的心胸，倾听每个人的疾病与生命故事，因为这是我的天职。
唯有身心一起处理，才能够真正的疗愈。心开了，加上对的营养知识，身体就很容易可以康复。所以啊，最后我跟小杰说，一个你爱但是让你受伤的人，这样子的爱是单方面的。你有正视你的经期是自从发现这个背叛后开始乱掉了吗？你觉得你还要继续投资在这样子的感情漩涡里，然后搞出一堆妇科问题吗？总之，请你先保护好自己，肯定自己，爱自己。当你能够先爱自己，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，你也才有能力给出爱。小杰听了我的话之后，安静了一下，然后就跟我说：“我懂了，非常谢谢你点醒我。”其实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，它的背后一定藏了一些生命要带给你的礼物，而那个礼物是什么呢？就靠你向你自己的内心去探索和发掘。其实生病也是，每个疾病的背后都是身体在提醒你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. It's time to love yourself first. 有些事情怪怪的咯，你应该先好好爱自己了。我帮助过很多妇科患者，因此呢，我想要和女性朋友们说，在处理荷尔蒙失调、妇科疾病的同时，你也该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。有机会独处的时候，反思一下你的人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你觉察到了什么呢？除了修复目前身体功能失调的问题之外，我们可以如何协助你提升生命的深度跟广度呢？如果你愿意分享你的人生故事，我们愿意陪你走这条疗愈的路。虽然我们今天举的这个个案呢是女性妇科问题，但是这个道理呢也可以应用在不同的性别与年龄或是其他的疾病上。最后，我也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，根据我的临床观察，能够在短时间快速逆转自己疾病状态的人，通常具有几个下列的特质：第一，执行力高，说到做到；第二，愿意快速改变；第三，愿意学习；第四，愿意向内在探索；第五，有宗教信仰与心灵上的寄托；第六，个性比较随和和愿意包容，容易和别人表达感恩。那我也观察到，通常比较固执的人，或是脾气比较大、容易抱怨的人，他们身体恢复的速度也都比较慢，病也都比较重、比较复杂。以上是我的个人临床经验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即便是让我们蜕变与审视自己的机会，它是一个特别的生命礼物，而这个礼物的大小取决于你的智慧。愿爱与宽容和我们大家同在。拍摄这部影片的时间呢是10月26，刚好是我的生日。在这个令人感恩的日子里，我要特别送大家2个字，那就是蜕变。生命就像一场试炼，让我们一起蜕变，迎向更好、更健康的自己。健康聊天室目前有4部关于身心医学的影片，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知识，大家可以看下方的资讯栏。如果你觉得我这部影片很实用，也欢迎将这部影片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哦。也别忘了订阅、按赞跟分享哦。健康聊天室，我们下次见。